大家好，我是关芷，今天给大家讲讲世界上传闻的4大怪物之谜，个个都是神秘诡异。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谜团究竟是真是假。这第一，喜马拉雅雪人之谜。关于喜马拉雅雪人，这个最先是从夏尔巴山人口中传出，他们声称在当地他们看到一种高有 1.5到 4.6米不等，头颅尖耸，红发披顶，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，步履快捷的动物，并给它起个名叫做夜帝。而最早关于雪人的报道则是在1925年，当时一支地质探险队在喜马拉雅山探险时，这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人影在远处穿过。据当时的人描述，这个像人的生物，它会直立行走，并且会偶尔停下时会连根拔起或拉起一些矮小的树丛。与白雪比起来，它显得有点黑，并没有穿衣服。意识到这一点，队中的摄影师立刻按下快门，在他消失前记下了几组他的照片。后来他们上前去查看，结果在雪地上发现了几组脚印，这脚印有些像人脚印形状，但绝不是人留下的。后来他们向当地人询问这个动物时，当地人告诉他那是甘城张家峰的魔鬼，但他们却不这么认为。不过由于他也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只能把那东西认定为流浪的佛教徒或者印度的修士。直到1951年，英国登山家希普顿和沃德在海拔6096米的地方发现了一组脚印，这组脚印要比汤巴兹看到的大得多，每一个脚印39厘米宽，54厘米长。而根据脚印痕迹的新旧判断，这应该是最新留下来的。于是希普顿和沃德一直跟着这个足迹走了约1英里，最后他消失在硬冰里，人们也没有找到那组脚印的主人。而也由此开始，雪人的传说就在当地传开了。那么到底有没有雪人的存在？这个有人说，这种动物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的智慧，可能要比人的智慧低，比人要高。还有人说，雪人根本不存在，所谓的雪人只不过是喜马拉雅山的棕熊而已，但具体存不存在，这个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证实。2. 美国蜥蜴人。关于美国蜥蜴人的传说，这个最早应该起源于1988年。据说在1988年6月29日，美国一沼泽地旁，一个名叫达维斯的17岁小伙子换车胎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有响动传来，他这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，因为离他不远处有一个怪物正朝他走来，这让他有些慌了，连忙逃进了车内。但不料那类似蜥蜴的怪物好像具有智慧，竟然拉着车把手想要进入车内，于是双方就这样对拉起来，比起了力气。后来据他回忆说，我扭过头瞧了他一眼，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双手只有3个指头，又黑又粗又长，绿色的皮肤非常粗糙，身材高大，强壮极了。后来他单手启动了车子，一脚踩下油门，这才逃过了一命。而除了达维斯外，在美国还有不少人都说看过蜥蜴人。那么美国真的有蜥蜴人吗？这个有不少人认为蜥蜴人肯定存在，但有学者认为蜥蜴人不可信，因为缺乏生存和传宗接代的条件。要知道，根据最基本的生物学原理，一个高级动物种想要维持生存，必须拥有一个适合的生存环境和最低基数的种群。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和不够这个基数，或者够这个基数但由于分散而不常接触，这个种就要灭亡。所以说蜥蜴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不大，不过这些也只是猜测，没有证据。3. 绿孩子之谜。我们都知道地球上只有黄、白、黑3种肤色，但在1887年8月的一天，据居住在西班牙班赫斯附的人讲，他们看见了从山洞里走出2个绿孩子，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，只是惊恐的不知所措地站着。尽管心中惊讶，但好奇还是驱使着人们给这2个孩子送了些食物。可惜起初他们不肯进食，男孩很快就死了。而绿女孩还比较乖巧，她居然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，于是和他们交谈了起来。据女孩所说，他们是来自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，有一天被旋风卷起，后来就被抛落在了那个山洞里。最后这个绿女孩又活了5年，于1892年死去。至于她到底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他们的皮肤是绿色的，人们始终无法找到答案，甚至于这件事是真是假，人们也无从得知。不过据传言，早在公元11世纪，在英国的乌尔毕特的一个山洞里，也走出过这样2个绿皮肤孩子，并且在叙述他们的来历时，也和前面的一模一样。4. 神秘的海底人。这件事起源于1959年，据说在那年2月的一天，一队士兵在波兰的格丁尼亚港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海边有一个人，那个人行动艰难，拖着沉重的步履在沙滩上挪动，一看就是遇难者。于是人们立即把他送进了格丁尼亚大学的医院。据医院中的人描述，这个人穿着一件制服般的东西，脸部和头发好像被火烧过。而当医生要解开这人的衣服时，人们发现这人的衣服不是一般呢子、棉布之类的东西缝制的，而是用金属做的，衣服上没有开口处。后来医生用了特殊工具，这才切开了衣服。可当给他做检测的时候，又震惊了医生，因为此人的手指和脚趾数都与一般人不同，
并且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和器官也极不平常。而正当人们要对他做进一步研究时，这个人却忽然神秘地失踪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于是有些人就猜测，这个人可能来自海底，但世界上是否真的有海底人，这个就没人知道了。好了，我是关芷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